核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两面刃的工具，它的优点是可以源源不断提供我们所需的能量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会产生核废料。以目前我们现在的科技，还无法完全解决核废料的问题，并且核能还是有可能产生核污染的状况。例如日本的状况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，这也是核能一直以来被打上问号的地方。不过核能还是有很大的优点，相对于煤炭或是油之类的物品，只要有一个燃料棒，就可以产生一个很久又稳定的推动能源。如果是在星际旅行的时候，核能是不是就是一种很优良的能源来源之一呢？所以科学家就开始思考，在星际旅行的时候，是不是要采用核能来当作能源来源之一。在2035年的时候， NASA 希望可以把人类送上火星，但是要将人平安送上火星，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。虽然目前 NASA 已经将许多的机器人送上火星上，并且在上面漫游探勘，但是要将人平安的送上火星，则是另外一种高难度的技术，它需要有更多的安全设备跟大量的技术。特别火星距离地球平均有 1.4 亿公里之远，以现在的火箭技术，从地球到火星总共需要7到8个月以上的时间。第一批前往火星的人，除了要在火星上建立维生设备之外，还需要在太空中待过漫长的时间，才有可能达到火星。而人呢，停在太空的时间越长久，它的危险也越来越多。主要的原因，人在太空中所待的时间越长，它所接受的宇宙辐射线也会越来越多。所以许多人就在思考，我们要怎么才能缩短前往火星的时间呢？这时候就有一个新的想法，利用核能。核能相对于现在的化学燃料，可以说是一种稳定又好携带的能源。所以只要能利用核能火箭的话，核能火箭的想法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而形成。在最早的时候，核能火箭的想法早在1940年代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，只不过到了最近才有人又重新提出这个科技和技术。利用这个科技和技术来当做一个星际间移动的能源之一。在美国西雅图有一家公司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，采用核能推进器引擎来推动火箭。利用这个引擎，可以将原本地球到火星的时间，大约是7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减少成一半左右的时间，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。以它目前的规划，至少可以缩短一半以上的时间。依照这个公司所说，核动力火箭的效能至少是化学发动机的2倍，这表示它可以行驶更长远的时间，也可以减少更多的燃料。如果以现在的科技，我们从地球来回火星至少要3年以上的时间，这表示太空人必须要在太空中行驶1到3年以上的时间。这个时间的长短就会影响到太空人的健康。你要知道，暴露在太空的辐射越久，越有可能得到了癌症，或者是一些中枢神经的疾病，对太空人的健康会产生重大的影响。核反应火箭可以使用铀来当作燃料产生能量，利用这个热能去加热液态的推进器。这个推进器通常是液态的氢所组成，只要将这个液态的氢膨胀成气体，从火箭的后面射出，就可以产生强大的推动力。如果依照这个理论而言，这个推动力应该是化学燃料的2倍，这表示我们来回地球到火星，来回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不到2年的状况。不过制造这个核发动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主要就是找材料。这个材料要可以承受铀燃料的高温，这个高温可以达到2700度以上的高温。不过依照这个公司的说法，他们已经通过开发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并且他们把成果转给了 NASA。 在未来，或许这种核反应推进器的火箭就会在星际中产生，它可以大量减少时间，前往不同星球中。关于核推动火箭，我们通常会想到说，这样安全吗？
特别核能推动火箭会不会影响到地球上的我们？如果它在太空中出现的事情，会不会影响在地球上的我们呢？对于这件事，他们说，实际上进行的时候，从地球到太空，最刚开始会采用常规的化学火箭发射到太空轨道中。当到了太空轨道后，才点燃核反应炉，使用核反应推进器。而为什么要到太空中呢？其实核反应推进器只要到真空的地方，对地球上的我们相对安全了许多。就算发生的事情在真空中，因为爆炸跟热辐射是无法移动的，因为没有介质的关系，这表示也不会影响到地球。不过在什么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核反应推进器的火箭产生呢？目前还不知道。不过核反应火箭可能是未来探索太阳系的重要关键之一，毕竟它可以缩短非常多的时间。在 NASA 的网站上，它也特别的强调，无论最终选择哪一种的推进器，核推进器的基本原理都可以实现在月球以外强大的探索能力。未来一切真的很难讲吧？让我们接着看下去。好了，今天的天文主题就聊到现在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咯。当然，你有想要知道的议题，欢迎留言跟我们探讨哦。我会把相关的资料贴在说明的地方，有想要看的话，欢迎去看看。下面会有原文的文章，欢迎去看看哦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